안녕하세요. 저는 한국의 다양한 문화를 소개하는 복면사객입니다. 반갑습니다. 大家好，我是蒙面说客，很高兴跟大家分享韩国的一些文化、生活等方面的趣事。一位来到韩国的外国选手躺在地上，看电视的照片成为了话题。原因是外国人觉得人怎么会在地上躺着呢？因为外国人穿着鞋子坐在椅子和沙发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在看韩剧的时候，偶尔会看到家里明明有沙发，主人公却坐在地板上，靠着沙发下部分吃水果的场面。那么为什么来到韩国的外国人躺在地板上呢？这是因为韩国的暖炕，暖炕是韩国传统的散热法，地上铺着火炕建造了建筑。天气冷的时候，通过用柴火烧灶来使整个地面加热并保持温度，这个比加热空气的炉子传递快，而且能维持更长时间的温度。最初的暖炕开始于韩国的三国时代，也就是中国东汉到唐朝时期。这个时候只在房间的一部分设置加热暖炕。此后高丽时代逐渐发展成为加热整个房间的形态。朝鲜时代17世纪，因为小冰河期所有阶层都普及了暖炕，而且受此普及的影响，韩国变成了坐式文化。其实最初的韩国也是历史文化的。从前韩国像大部分文明一样，起初都是在地板上盖窝棚生活，之后到了三国时代，人们过着坐在椅子上生活的方式。但是为什么随着暖炕的扩散又变成坐式文化呢？韩国是四季分明的国家，春夏秋冬都有。从乐观的角度看，人们可以感受到4个不同的季节，但是从生存的角度看却是不利的。夏天温度高达30多度，三面环海，非常潮湿。冬天呢，会降至零下10度以下。我以前当兵的时候，感觉就像只有2个季节，冬天和夏天。因此如果为了避暑而建造建筑物，那么冬天呢就无法生存。相反，如果建造保暖的建筑物，那么夏天就无法坚持下去。正因为如此，背山临水这一地理学说一直传到至今。但是随着17世纪小冰河期的到来，以这种方式是无法过冬的，因此暖炕在全国得以普及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坐在地上取暖自然而然地形成地上生活的坐式文化，因此对柴火的需求大大增加，结果很多山都成了荒山秃岭，伐木由国家来管理。另外，由于暖炕的局限和技术不足，存在供暖不均匀，易发生事故的危险等。这种暖炕在现代发展成为地热的形态，其方式是在地面下面安装管道后加热整个地面，其形态类似于火炕。因此传统方式的缺点将消失，可以更加有效地供暖。现在韩国已经是坐式文化了，习惯了靠着沙发坐在地上，而不是坐在沙发上。这就是中国观众在韩国电视剧里看到的奇怪场面。那今天先聊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帮忙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저희 내용이 마음에 드셨다면 구독, 좋아요, 알람까지 부탁드릴게요. 그러면 다음에 더 좋은 영상으로 만나겠습니다.